夜光气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内发光，一种是外发光。在制作过程中，首先用洁净的模具缓慢地浸没在恒温的乳胶液体中，然后缓慢地拉起，再放入装有荧光颜色的凝固剂的容器中多次沾均。接下来是机器卷边，用风干机让气球凝固成型，最后把气球置入滑石粉均匀搅拌，防止粘黏，一个荧光气球就成型了。阿姨，我想买几个气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秀雅。恭喜呀，状态又回来了。谢谢。哎，这是新酒啊？啊，这上面还有字儿。对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喝。叫什么呀？梦一场，45，先付钱吧，谢谢。不是你请我吗？酒都取名字了，还挺有腔调，就是价格有点狠。入不敷出，只能涨价。大勇他呀，实在是不会经营。这酒的进价本来就高，涨价了他也没有赚多少钱呢。不过我在网上报名了北京的一个酒类博览会，下礼拜飞过去看看酒，然后再进点便宜的酒回来。我还以为你只是玩一玩，没想到这么认真，还定制了带字儿的酒杯。不错，这喝起来都不是酒了，是情调。哎，对了，走的就是一个情调。价格涨得有道理。要我这个奥利凯撒沙拉，小食要这个愤怒的小土豆配蒜香白汁儿。好的。瓦伦。郑浩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吴秀雅的消息了。吴秀雅的这条朋友圈让他本已平静的心一下子又激动起来。牛排要这个。他是在暗示什么吗？他是后悔了吗？向来有主见的郑浩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判断力。他很想有人能给他个答案，但是谁又能给他答案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呦，庄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市场部今年的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，他们在规划明年的各个目标，想听一听您的意见，不知道您是否有空？我年初就说他们肯定能提前完成。一方面是对他们有信心，另一方面是判断他们的目标定得太低了。我们集团目前不缺务实的人，但却有野心、有魄力的人。啊，你们要多给年轻人机会，
步子迈得大一点，速度快一点，已经在落实了。对了，上次那个内部竞标推广方案，别停留在内部比赛奖励的层面。我们竞标是为了挖掘人才，挖掘出来就是要干这些事的。内宣部的小马是个人才，要用起来。高管们心里都明白，董事长执意关心这么一个小小项目的推广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背后谋划的是企业部门改革的布局。相关部门的职能配合，所以这很难呢。成立联合小组，让内宣部做总指挥，让广告策划、市场都出人，衔接着呢。还是没听懂，具体怎么个调整法？你不能说仔细一点吗？具体怎么调整，我可说不好，我也是从我们老大那儿解读出来的。咱们俩一荣俱荣的关系，对吗？我又不跟外人说。哎呀，董事长的意思呢，是从广告跟策划两个部门，把对外品牌宣传的这个部分给拆分出来，跟内宣部结合，建立一个新的品牌宣传部，而且是直接对他本人汇报，这才是这次成立联合小组的真正意思。那这联合小组几个部门？那总得有一个主导吧？那肯定得是内宣部，而且如果这次联合小组把这个项目给完成了，那这个品宣部的老大，那肯定是胡大姐。拿我开玩笑，多大岁数了，累死我，我可干不了。哎呦，胡建英嘴上说不惦记，其实心里还是激动的。胡建英23岁进入众合集团标准现场，是一名普通的宣传专员。他今年50岁，33岁从标准现场调入集团后，从行政干起，到现在成为内宣部经理，也已经顶到了他的天花板。看着那些年轻人一个个超过自己，做到了更高的位置，他也会心有不甘，但又能如何？没想到老天在他职业生涯临近尾声的时候，又给了他一个机会。就是啊，整天有而且这个排版也不错。这马超看着没什么本事哈，但貌似还有点领导才能。胡经理可不这么想，在他看来，这根本不是马超的本事，而是秀雅的本事。组长，麻烦你帮我们校对一下今天晚上要发的稿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认为马超已经成为了秀雅的傀儡。不过对秀雅他们而言，那只是苦命的打工者，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而对无能的领导进行了向上管理。这次组建的联合小组会受到咱们董事长高度的关注，我们一步也不能出错。我会全程参与，并且负责监督。二组组长马超负责执行，还有汇报。该做的准备全部准备好，演练做透，准确无误，才能正式开这个联合会议。这期间，二组的工作暂时由一组分担。哭什么哭？我没几天可就退休了，想想自己的未来。马超，这个联合任务的执行方案，最快几天能拿出来？5天。5天，太慢了，再短点。加班加点3天。加班加点3天。除了策划、广告，还有市场部，还有需要动用的部门吗？财务部、行政部和 HR 部门。为什么要有 HR？ 因为这份推广的核心是品牌推广 ，HR 企业文化部跟企业品牌思维是密切挂钩的。很好，我也就是顺便问问你。那就这样，尽快，我们抓紧时间开个通气会。哎，进来。经理，哎，这是通气会的流程。好的，谢谢。会议是下午3点，那我们2点45过来跟您一起去会议室，您看合适吗？好的。秀雅，下午的会议你就不用参加了，你就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好好的准备你的执行方案，好吧？哦。可是如果不去通气会的话，我跟各部门的对接会增加沟通成本的。是这样，秀雅，我也认真考虑了一下，
我认为这次的联合小组，你最好留在后方，你只管把该准备的方案。吴秀雅没有想到胡经理会出这么一招，这明显是既让自己干活，又不想让自己出风头。吴秀雅并没有想要出风头，只是担心自己不在，马超他们能不能搞定？郑浩的事情前前后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有一点担心，将来咱们跟其他部门合作的时候，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啊、障碍啊，是吧？我跟郑浩是私事，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大家的。而且这是我做的方案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我怕有些问题马超他们一下子回答不上来。你可以教他呀。胡经理早已对秀雅有了戒心，自从跟郑浩闹分手之后，胡经理就认定，所有人以前都低估了吴秀雅，她是一个很有心机和手段的人。现在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他绝对不能让吴秀雅抢了风头，惹出一些不可控的情况来。秀雅，你不会想着在大家面前证明上一次那个方案是你做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就好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在这个事儿上的功劳一分都不会少，你放心好了。去吧，再给我来杯咖啡啊。秀雅虽然很喂，秀雅，你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我方案已经差不多做完了，我就差最后一点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昨晚实在是扛不住。我现在马上改一改发给你。拜拜。病了？什么时候病的？刚电话里说的，好像是发烧了。执行方案拿过来了吗？他还在写，他说今天肯定能写出来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消化方案了，能不能换一天时间开会？换一个时间？我怎么说？我发一通知，我一个组员病了，所以得改时间。编个别的理由呗。怎么编呢？你什么脑子啊？联合会议最难的就是协调各部门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咱们今天改，明天人有事儿，人家也改，你给不给人时间？事情还干不干？是。那怎么办？离开吴秀雅，这个会就开不了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就去找他，把方案给我拿回来，明天会议照常开，你就按照那个方案给我念，我来想办法。
吴秀雅还在发烧是吧？对，他说补了病假条发给你了。资料都准备齐了没？准备齐了。马超，马超，哎，经理，祝你成功。好，不用紧张，不紧张。辛苦你们了，胡经理。啊，应该的呀。马上就好了哈。咱们大家今天手上拿到的是咱们联合小组执行方案的初稿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先由马组长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份初稿。为了提高效率，为了更好的修订这份方案，我的想法是，咱们今天先不在会议上进行问答还有讨论，等马组长讲解之后，我们大家先把问题抛出来。咱们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问题，之后再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我们再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讨论。大家觉得呢？开始吧。好，开始吧。哎，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，我是内宣部的马超。我们这次的联合会议呢，由我们部门来给大家讲一下品牌推广策划方案。首先要讲的是我们市场推广模式的分类，这其中包括根据受众来分类，根据渠道分类，线上推广运营和线下推广运营，通过口碑的营销来树立我们企业的良好形象和我们的品牌信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一页。这一页呢，也是我们这次计划的重点：一是定向推广，二是潜在消费人群。董事长，董事长您怎么来的？坐吧，大家都坐。听说你们在开联合会议，我也来听一听。您坐。不是，你不用管我，你们开你们的，我就是随便听听，当我不在就行。董事长，坐。现在马组长正在进行方案阐述，那我们继续。开你们的。我们刚才说到这几种推广策略，首先呢，它分为定向推广、潜在消费人群推广，还有第三点是 KOL， 也就是关键意见领袖。定向有很多维度，年龄啊、性别啊，像这里写的，还有区域啊，还有财富等等定向。只有我们有针对性的扩大宣传以及普及力度，才能够在产品的口味上迎合。根据统计，过去的一年，年社交媒体平台广告投份额上，微信的占比其实达到了将近1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挖掘我们潜在消费者的这件事情上。以上就是执行方案的所有内容。我的汇报也到此结束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还有各部门同事的配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也谢谢马组长。现在我们欢迎董事长给我们讲2句。胡经理捕捉到了董事长赞赏的表情，决定趁热打铁，请董事长讲话，给内宣部的成绩盖棺定论。我说2句。这原本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，但他很快就会为自己拍了这个马屁而后悔。这个方案做得不错，在原来竞标方案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而且详略得当，展示得很清晰，2个重点抓得也很准确，尤其是这个潜在消费人群推广这一点，我很感兴趣。小马啊，哎，来，你重点的讲一下。抱歉，董事长，还有各位领导，我得先跟大家道个歉，因为我这个人嘴比较笨，只会实事求是。关于推广这个观点呢，也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想法，还没有深入的研究。等我们研究好了以后，再跟董事长您还有各位领导跟大家再汇报。没事，公司就需要实事求是的人。谢谢董事长。那我问你一个你能回答的问题吧。这个方案和你们上一版内部竞标方案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方案改变的思路是什么？稍等，董事长。上一版。别紧张。哎。好。是那个数据模型。对，上一版没有数据模型，这一版我们什么？我看错了，上一版也有数据模型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那个就是刚才
不是这个方案，包括上一个方案，是你做的吗？啊？董事长是这样的，我问小马。董事长，是我，还有我的部门同事吴秀雅，我们一起完成的。因为我们是分工，由于时间比较紧，所以分工很正常。可你熟悉了解你的方案吗？这是负责人的样子吗？啊？没有想到，我来参加你们会议的这个临时决定的确很有必要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啊，好的。您慢走啊。胡经理万万没想到马超冒领吴秀雅功劳的这件事，会在这个时候，在董事长面前暴露出来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吴秀雅的阴谋。更让他抓狂的是，吴秀雅还有不在场证据。怎么有那么巧的病啊？那明摆着要挟咱们吗？想多了吧？这姑娘我看着挺老实的，而且我听说她感冒生病之后还在家里边帮那马超赶稿子呢。你想多了。你们都被他蒙了。我之前不是也觉得他是个老实孩子吗？可是最近里里处处的跟郑浩分个手，那都让人下不来台。我这才发现，这个姑娘着实的厉害呀。那看着人畜无害的，那都是装的。那这秀雅的事可得处理好了，要不然等她回来了，这联合项目她免不了要跟董事长见面，万一再弄出点什么事来，就不好了。与此同时，吴秀雅也接到了线报，知道了下午发生的这件事。她完全没想到，因为自己的这场病，竟然意外获得了她曾经渴望的公平。她也想不到这场病的收获还将不仅如此。回来就可以堂堂正正收获自己的努力了。有人敲门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放心。拜拜。哎，师爷，你都来了。在哪儿换鞋？不用换，你直接进就行。你说你啊，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以为你不来放课是因为公司加班呢。哎，生病了得有人陪。那，给你准备了病号趴。哎，你们俩那个把东西放这儿，然后赶紧的给人倒水、吃药，收拾屋子，那太埋汰了。还干活啊？我把这鱼弄了啊！哎，大勇哥啊，这鱼你得好好弄，这是我精心给秀雅选的品种鱼，我亲自培育了8个月。我去，一个鱼你还搞血统歧视啊？还品种鱼，真好吃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什么鱼，在我的锅里边都是最鲜的鱼，哪怕它是一条死鱼。东西先放这儿了啊。参观参观。嘀咕什么呢？你瞅这，哎，花里胡哨，乱七八糟的，这一看就是小兰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秀雅是这风格吗？啊，秀雅有那么乱七八糟、花里胡哨吗？哟，哎，这滤镜好，拿回店里用吧，粉扑扑的，适合你。我想请问两位在做什么啊？不是说要照顾人家吗？怎么拿起书来了？你把窗户给人开通风。人感冒了，不能吹风。你有没有点生活常识啊？坐月子不能吹风，感冒了就得通风，气死我了你！哎，对了，秀雅，你药吃了，水在哪儿啊？我自己来，你去。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们不是来照顾我的吗？你怎么就躺着了？
我负责来，他们负责照。秀雅，那个左耳朵在哪儿啊？在那个水池底下跪下。哦，放那儿了。这位大哥，您抬抬屁股呗，您来，你坐，你坐。真有意思。不是秀雅，这乐高是你拼的吗？小兰买的，她拼一半拼不下去就放那儿。这肯定拼不下去了，这都拼错了。我来。去，收拾桌子，收拾乐高呢？我先收拾乐高。是，帮孩子。来喽，哎，拿个东西垫一下。哎，这边不行。嗯，这个行不行？行。压上。哎呀，哎呦，啊，好香啊！该说不说，这鱼汤真鲜，行哈，对得起我这鱼。你是病号，你得多喝一点儿。我喝不下了。哎呀，对，多给你抽啊！我这鱼这么好，主要是大勇哥手艺好，真的是。叫大勇哥，大勇哥，哎，父母一块儿走。走，师爷呢？走了吧？哦，他叫不叫得起来？告诉你，让他睡吧。他们俩呢？雪雅，到屋里睡去吧。雪雅，你怎么了？想上厕所。啊，可以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点醒了我，让我战胜了冷场。原来是这事儿，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谢的事儿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啊？你永远不可能战胜冷场。为什么？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想过炸场没有？想。那你都说了这么长时间脱口秀了，为什么还达不到炸场？不知道。那你最开始炸场那几次跟现在有什么区别？我喝醉了，痛苦。
喝醉了不是，痛苦算是答案，但不是绝对的。其实呢，你炸场，是因为你喝醉之后借着酒劲儿说出了你自己的真心话。你吐槽你男朋友那些话呀，都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我觉得大家其实对脱口秀有误解，觉得我们就是站在台上说笑话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谁说脱口秀一定要搞笑？真正的脱口秀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，把自己打开，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，分享他的情绪，分享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那当然了，坐在台下的有的人认可你的观点，有的人会不认可。但是我觉得这都没关系，只要你的价值观是诚实的，就会引起别人的共鸣。现在的你虽然比之前多了很多知识和经验，但是同样你也多了包袱。你之前会想如何才能战胜冷场，后面你在想如何才能炸场，这么想你就已经输了。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根治冷场。有，做观众，你就一辈子不会冷场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上过台。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的？如果你这个人生一辈子都没有冷过场，那就说明你一辈子都是在当观众，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努力，也从来没有做过向上的争取。明白了，我之前一直都在当观众。比起炸场的火爆，冷场才是人生的常态。快乐和得意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，孤独、落寞、尴尬、求而不得，才会一直陪伴我。如果你一直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、所有人的喜欢、所有人的关注，那你就只能活成一个虚假的人，活成他们想象那样。这谁也做不到。但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做到的，做真实的自己，即便这个自己被讨厌，也要有被讨厌的勇气。明白了，做自己就行了，就跟打篮球一样，你如果太专心于找对手的弱点，自己反而进不了球，就得按照自己的优势打。谁能想到呢？你是那个时候跟我们一块打篮球的野姑娘。你才野吧？我当年还觉得你这名字起错了，那么乖哪儿野了？结果没想到是个预告。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好学生现在靠吐槽为生？岁月饶过谁啊？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着急，再吹会儿风。哎，要不咱们打一场？不是你这样怎么打？虚拟的，人少点好记，3v3吧。带谁？那我就带大勇、小东。那我带小兰和小邹。小邹是谁啊？我没同事，个挺高的。来吧，现在裁判发球，大勇拿球传给了小东，小兰绕到前面切他，然后我和小兰一左一右下快攻。小东现在把球传给了我，我从篮筐右侧肋部突破上来，小邹从旁边顶住你，我从左边横移过来挡球，一下拍掉了你手里的球。哎，你拍着我手了可？裁判没看到。哎，没办法，我经验多，我最擅长偷袭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继续。你先睡会儿吧。好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
忙着打游戏了。年轻真好。走，你好点了？没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最近得小心点儿。我觉得老胡对你的态度不太对，他还以为你是故意装病请假的。现在马超又请病假了，总治安你要小心点啊。早上好，经理早。哟，秀雅，来上班了，病好了？好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这可能是新一轮的流感吧？那马超又生病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觉得联合小组的具体执行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吧。其实呢，之前的方案写的不错，就是很多地方需要再细化一下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要能准确无误的回答董事长那几个问题。那几个问题庞静那儿有，你赶紧准备吧，我可能随时带你到董事长面前去做汇报。好的。责任重大啊，我对你寄予厚望哦。哦，你过来一趟。好的。把门关上。吴秀雅感觉到胡经理在关门的那一刻，看自己的眼神就不一样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感觉到了一丝寒意，就像自己的感冒又回来了一样。你不在这几天，已经充分体现出这个联合小组多么的需要你。咱们都是聪明人，我也就不说糊涂话了。马超的事，我跟老高都有责任。可你也知道，我始终都要站在整个部门的角度看待问题，这个也很容易理解，对吧？另外，我跟郑浩他妈妈几十年的老交情，偏心一下他儿子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对吗？秀雅立刻明白了，胡经理这是在向自己服软，希望他不要在董事长面前翻旧账。我觉得人应该一直往前看，对吧？虽然秀雅想解释，但她意识到老胡当下最需要的是一颗定心丸。是的，经理，我也觉得人应该往前看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，不让你失望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去写方案了。虽然恼火，但老江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审时度势，必要时可以向一切低头。老胡昨天给马超打电话，安排他请了病假，给他安排吴秀雅所执行工作扫清了障碍，也留了面子。他现在只需要保证吴秀雅在董事长面前不出幺蛾子。你在看什么 ？KOL 数据报告？对，董事长问的潜在消费人群推广。虽然我当时写了 KOL 投放策略，这是现在最新的一种推广策略，但具体的步骤我没有多考虑，我就想着按照咱们集团之前的惯常操作来做。但一旦深入研究了流量与购买之间的关系，我就发现我想简单了。一大笔投入很可能只换来一个表面上的传播数据，达不到真正的品牌效应和精准到达的目的。董事长问的是个好问题。哎，秀雅，我有快递，你帮我接一下啊。小兰，你怎么这么能买呀？你才走几天？你看你这快递这么老多。哎呀，那些供货商效率太低，我等的时间特别长。那我没事干，只好拿手机玩喽。刷着刷着就被各种种草，看着什么都想买。后续还有，你再帮我多接2天啊。好，你快回来吧啊。还是你好，放心吧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你说你被种草，你是怎么被种草的呀？你快跟我说说。你改方案了？是的，经理。我在准备回答董事长问题的时候，我发现相比 KOL， 其实 KOC 更符合我们的定向推广和潜在消费意识培养的目标。现在呢，下场做推广的明星 KOL 人都太多了，人们反而不太迷信他们了。与其我们花那么多钱在 KOL 身上，我们不如在各大社交平台找大量的素人博主，由他们来发博推荐产品，内容更具有真实感、说服力，与其他用户的粘性更大，会是未来品牌传播更好的推广合作标的。方案不能改，太冒险。不冒险，经理。
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大幅降低预算，多出来的钱可以根据第1轮的推广反馈，我们再进行2轮、3轮的精准定位推广。第1轮没有影响力就直接 pass 了，你想的是不是太复杂了？这推广本身讲的就是个传播，能传播就够了。可是重点是销量，重点是董事长。之前的方案董事长已经认可了，你现在要改。那咱之前的工作是不是就白做白过会了呀？秀雅，我以我多年的职场经验，负责任地提醒你一句：突发奇想，一定没有好结果。你好容易争取到的，在董事长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，记住了啊！到了董事长面前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要节外生枝。以上就是对这个方案几个问题的阐述。很好，思路很清晰。谢谢董事长。怎么样？你对这个方案有信心吗？做真实的自己，即便这个自己被讨厌，也要有被讨厌的勇气。我没有信心。你这个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啊！你说说为什么没信心啊？因为真正让我有信心的，不是我现在跟您汇报的这份。嗯，那你说说。这个方案好，现在这个时代开始不迷信权威了。不是，这个提法好啊！啊，这就是我要的不拘一格。我们集团就需要这种突破常规的工作思路。现在这个时代日新月异，我们只有求新求变，敢于冒险，才能立于市场不败之地。非常好。小吴对吧？我记得你是市场部小郑的女朋友。我们集团就需要他们这样的年轻人，互相影响，互相激励，谢谢，是不是啊？董事长，哎，我叫吴秀雅，我跟郑浩已经分手了。嗯，我说这个时代日新月异吧，啊，小胡啊，有意思。谢谢董事长。嗯。哎呀，我听说啊，秀雅被表扬了。哦，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想说就说，别卖关子。我就知道你还在乎他。我听说啊，秀雅生病了，偏偏董事长去了他们小组的会议，结果他那个草包组长原形毕露。哦，你说秀雅跟你提分手，不就是因为被你的光芒盖住了，她没有办法实现自我价值吗？但是她现在实现了，你们是不是能复合了？不，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天天我为你操碎多少心我。你说不定人家现在正等着你去祝贺呢，人家是女孩，你不能让人这个时候主动来跟你求复合吧？
你们分开以后，他有没有过什么交流，或者是给过你什么暗示？我跟你说，女孩最愿意玩暗示、猜哑谜，我太了解女孩了。你回忆回忆我帮你分析分析。不有是没有啊？哎呦，真不错啊！哎呀，老关，这秀雅简直太勇敢了。这就炸场了。这也算啊？这还不算。我要是像你今天这样，在我们同学面前炸一回，我跟你讲，我成了。作为老师的角度来看，哈，你已经出师了。以后你遇有任何困难，就不用害怕。哦。干什么了都与老师自居。秀雅可不是你一人图的呀。啊，再听你话，你也知道你教什么了？你教他别听你的。哎，我也是老师了。梅哥哥好意思吗？有我们秀雅说的好吧？还当人家老师。这也正常。那谁说那老师就一定比学生强了？啊，如果按量走的话，秀雅差得很远的。当然，大家都是我的老师，大家不光是我的老师，还是我的家人。如果没有你们照顾我这场感冒，真的绝对不会有今天在董事长面前露脸的机会。谢谢大家，我提一杯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定人家现在正等着你祝贺呢，人家是女孩，你不能让人家这个时候主动来找你求复合吧？阿姨，我想买几个气球。哎，好的。喂，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，请稍后。你说。挂了啊。哪来的气球啊？一个男的放的，告白用的吧？啊？什么气球？什么呀？怎么？哎，真有气球！真有啊！我看。
educated, 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I knew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cue.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's game. Signed up for the hall of shame. I wish I knew how much I miss not knowing that we're all screwed. When we play our roles and ignore the problems. I like to be away in my patience. Stay up, I feel so outdated. How can we look the other way? Sun is out, but the sky is gray. What would happen if I took a chance? It's always hard at first glance. I don't wanna, but I know I gotta do it. The truth is hard to swallow, I think I'll chew it.